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梦华录被曝定档6.2，暑期档混战，诚意杨紫对上肖战任敏。在国产剧市场中，暑期档实乃兵家必争之地，往往平台都只会把最被看好的剧集放在暑期档，期待爆款。纵观过去几年的暑期档，大爆剧层出不穷，有《镇魂》《陈情令》《琉璃》，再到去年的《扫黑风暴》《你是我的荣耀》，步步爆款，不仅带着演员飞升，平台也赚足了热度。可以说，哪部剧放到暑期档，哪部剧就增加了爆款的可能性。在刚过去的半年中，各大平台小试牛刀，最终只有《亲爱的小孩》《猎罪图鉴》拿到了评分口碑双赢的局面。剩下的剧，要么是叫好不叫座的《风起陇西》，要么是叫做不叫好的《且试天下》，贡献了不少表情包不说，并没有让观众看到国产剧的进步。这样一来，观众反而期待起暑期档，各大平台到底会上什么样的好菜挽救如今的局面，挽留当前的观众。面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各大平台也是卯足了劲，准备一扫上半年低迷的国剧热度，憋着劲儿在暑期档开把大的。古装剧作为历来最受欢迎的剧种，也是最容易聚集人气与热度的类别，一直是观众的心头好。今天我们就来细数即将在暑期档播出的古装剧，看看三大平台兜里到底装了什么货。梦华录被曝定档6.2日，刘亦菲时隔16年重回古装剧。梦华录讲述了在杭州开茶房的赵盼儿终于收到未婚夫欧阳旭在京城高中探花的喜讯，结果惨遭抛弃。姐妹三人历经艰苦奋斗的同时，也为古代地位卑微的女子推开了一扇平等救赎之门。该剧改编自关汉卿原曲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梦华录自开拍就赚足了热度，不仅仅因为立足在古代的女性题材，还是3个女性互相救赎的故事，更因为是刘亦菲主演，时隔16年重回荧幕出演古装剧的噱头就足以让观众拉满期待值。刘亦菲上一部古装剧还得追溯到《神雕侠侣》的小龙女，被封为古装女神的她，出道以来拍的电视剧从金粉世家《天龙八部》《仙剑奇侠传》移到《神雕侠侣》，部部都可谓是经典。跟刘亦菲搭戏的是古装小生陈晓，作为85后男演员的实力派，凭借《陆贞传奇》大火的她，古装扮相让观众一直念念不忘。梦华录今天最新预告片中，陈晓更是原声出演，磁性的声音配上她俊美的外表，让观众大呼颜值盛宴。梦华录班底十分不俗，导演陈阳是国家1级导演，曾执导《坚守记忆》的证明等优秀作品，获得过飞天奖、金鹰奖最佳导演、编剧。这样的班底让梦华录有了预定精品剧的资本，更何况能让腾讯放到暑期档，打响第一炮的作品，一定差不了。沉香如屑预定7月播，诚意杨紫复制琉璃神话。沉香如屑从选角开始就热度就一直高居不下，究其原因在于琉璃之后再没有一部大爆的仙侠剧。沉香如屑其从公布了男女主位诚意和杨紫之后，琉璃之后观众对仙侠剧的期待全压在了这部剧上。沉香如屑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了女仙颜旦与应渊帝君两生两世的情感纠葛，最终帝君归位。颜旦此刻终于发现自己的归属。剧情是仙侠虐恋的传统套路，但交给诚意和杨紫来演，绝对是这部剧的点睛之笔。杨紫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之中展现的时而俏皮灵动，时而伤心欲绝，每个情绪都被她诠释到位，贡献了当年感染力极强的演技。饰演颜旦这个角色是杨紫演技的舒适区，预告片中杨紫原声出演清新自然，扮相更加活泼甜美。诚意自从琉璃之后就没有口碑爆棚的作品，播出的2部古装剧都平平无奇，只有今年的《山河月明》里的少年朱棣让他有了些水花。沉香如屑的预告片中，他的演技表现力不输司凤，不论是帝君的威严，还是面对挚爱时的伤心欲绝，都重现了琉璃中共情力极强的演技。作为优酷 S 家的仙侠剧，优酷显然对沉香如屑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仅时不时上热搜预热，观众对2位演员的期待水涨船高。2位演员十分擅长将眼神拉丝的感情戏诠释到位，也更擅长破碎感的虐恋情节。预告片中2位演员营造的氛围感让观众大呼不过瘾。最近终于有消息称沉香如屑预定了7月份的档期，希望能尽快跟大家见面。玉骨遥预定7月档，肖战首部仙侠剧，腾讯王牌在手。
玉骨遥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桑世子石影和热情仗义的赤足郡主朱颜，因一花之恩结下命结宿缘，却阴错阳差结为师徒相伴3年。最终朱颜将玉骨赐向了石影，一语成谶。这部由苍月小说改编的小说，邀请了时下热门的肖战和任敏出演。不得不说，肖战真的很会挑剧本。从《陈情令》之后，肖战第1部仙侠剧，古装造型风格飘逸出尘，是妥妥的古装美男。玉骨遥的男主对作为徒弟的女主各种包容宠溺，而后期由于一系列的不会，女主做了很多伤害男主的事情，还要去救男主。美强惨的角色是肖战擅长的区域，为无限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潜力。而演员个性形象有一部和角色重合是最好的情况，对演员和角色都是双赢。玉骨遥目前只放出了预告片，就获得了4.5亿的播放量。腾讯将这部剧放在了7月份暑期档，势必是要跟优酷的沉香如屑打对台。同样的仙侠题材，同样的虐恋情深，届时神仙打架，观众可以一饱眼福了。暑期档排满了高颜值、剧情扎实的古装剧、仙侠剧，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一定百花齐放，值得期待。你最想看哪部剧呢？02真牛！肖战新剧拍摄受阻，连广电总局都出手拯救。经历过人生至暗时刻的肖战，如今终于彻底迎来了他的春天。不仅电视剧片约不断，就连商业代言更是接到手软。最近一段时间官宣的代言数不胜数，而且他所代言的产品营业额更是上涨了不止1000倍。所以他如今彻底走出了黑暗，迎接他的将是光明。和杨紫合作的一部《余生》，请多指教。再次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他的实力，到如今仍然有很多粉丝沉浸在剧情中无法自拔。这个大器晚成，不是科班出身的他，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总是能够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惊喜。如今他的新剧《梦中的那片海》正在紧张拍摄中，之前就有爆料称，因为疫情原因，导致剧组个别演员档期出现了问题，所以在拍摄周期上会有些紧张。不仅如此，也因为疫情的原因，部分的戏份完成难度很大，所以拍摄进度上受阻，这也给剧组拍摄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不过，让大家意外的是，官方终于出手拯救。据悉，针对拍摄进度的问题，北京广电总局也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积极为《梦中的那片海》等剧组协调拍摄场地，力求尽快拍摄完成，为拍摄完成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据悉，北京的戏份已经完成，目前肖战已经转战到了横店拍摄，马上就要杀青，相信又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剧。毕竟有央视的扶持，同时又有官方的力挺和保驾护航，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我们只等电视剧播出的那天吧，一起期待。03肖战商务官宣上的拦路虎热度被压，48小时声量超10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然若非亲眼所见，时至今日还能看到用限流和压热度的方式来降低肖战官宣代言的声量，这次竟然是对肖战官宣的好来牙膏下手。肯定有人想不通，好来这席商务，一不是高奢，二不是高端大品类，三不是品类繁多还是全线品牌代言人的 title， 好来也只是生活日化中的一类牙膏，怎么就有这么大的魔力，能动用超能力来压热度？属实想不明白。知道，原来肖战官宣好来代言这一天，官宣商务代言的不只有肖战一家，同时有多家艺人官宣商务，这其中就有一家前同事的商务代言，这两家被外界默认为暗自较劲，就在代言的声量上开始暗自较劲。在商务上有很多品牌找有影响力的代言人的目的，带货的号召力只是其中一部分，其次更重要的是对品牌影响力的传播，代言人为品牌带来的48小时的声量尤为重要。尤其是肖战此次代言的品牌是有原来的黑人更名到好来这个名字，销量以外更大的就是肖战能给品牌改名的传播度上来一个穿透式的影响，能直接让大众接受黑人改名到好来。然而这一天捣乱的比较多，先是明着蹭欢颜剧本，其次是梦中的那片海转场到横店，仅仅因为一个转场，肖战横店和狗子张小涵纷纷登上了热搜，这无疑是肖战在这一天商务官宣上的拦路虎。吃瓜路人跟愿意看路透和肖战下一部戏到底是何方神圣，自然就分散了代言的关注度。热搜多不担心，不管是为了 KPI 还是捆绑蹭流量都不怕，粉丝已经拿捏了反客为主的法门。前段时间
在口红一哥给肖战代言的滴漏整的一个热搜下，被粉丝用借力打力的方式漂亮的反转，在热搜下顺势带上肖战代言的品牌，白薅了一波流量不说，还成功的将画风扭转，连竞争对手都要夸一次。这次粉丝反应真是绝了，粉丝也早就学聪明了，同样在和肖战相关的热搜话题下，带上了肖战好来亚太区品牌代言人的话题，就没有像在口红一哥的热搜下白薅到流量，反而没有展现量，被限的 SS 的。好来官宣之后，虽然是日化快消品类，依旧没有影响官宣肖战之后给品牌带来的火箭式增长，单平台不到24小时也已经有2000万的成绩。要知道这客单价也只有100元左右，而且肖战在5月份也已经官宣了一袭高档型护发沙龙欧莱雅 PRO， 这完全不需要回血的缓冲期，基本是肖战宣啥代言大家就缺啥。虽然热度被压，但好在是一生要强不能输的肖战关注者们也爆发了。好来品牌官宣肖战之后的48小时声量超10亿，不管是话题阅读、讨论次数、原创人数，都是满级反馈的数据。由艾曼数据提供的代言效果数据报告中，48小时肖战为品牌贡献的热度高达99.38%，一边被蹭的剧本，一边因转场提供的 KPI 还能有如此成绩，肖战的流量就像一个天然的活泉眼，源源不断。最后，在这次代言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叫人机大战。面对着发大水的人，一生要强的肖战关注者们，在这48小时里，就看话题的发展的曲线，是活人与机器的较量，没有输，太牛了。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